嗨，大家好，我是优娜。在上集我们把艾滋病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部摸透透，破解各种小迷思后，最后就要来破解这坨压轴的神巨大迷思团——艾滋病 and 同性恋。如其名，团里充斥着各种把这两个名词相连的迷思句，像是同性恋是艾滋最主要的传播者，同性恋是高危险群，有高比例感染艾滋，或是支持同性恋就等于支持艾滋增长等等。所以这些事情是真的吗？别急，听完后你就能轻松判断咯。许多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提到艾滋病就附赠同性恋，提到同性恋就附赠艾滋病，好像怎么送都送不完的想法，可能来自于从小到大的耳濡目染、随处可见的耸动标题，或是这份网络上可以轻松抓到的卫生署2016年 HIV 感染者感染原因统计表。如果就这样刷再看过去，的确会有60%的感染者都是同性恋，好可怕的解读，然后传呀传，传呀传，传呀传，中间再加点别人的传呀传，传呀传，再继续传呀传，传呀传，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同性恋因性生活混乱，有超过1000位性伴侣，造成高达60%以上的同性恋染有艾滋病。这种看似不对又不知道哪里不对的可怕结果，将错就错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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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来，没剩几分钟，让我们倒回去破解吧。首先疑点一，60%的感染者都是同性恋，把统计图上历年累积个案数圆饼化后，的确显示约有60%的HIV 感染者是因为男间不安全性行为而感染，但这个行为可能来自同性恋，也可能来自双性恋、泛性恋、跨性别，甚至是异性恋，所以并不能说60%的感染者都是同性恋哦。再更进一步思考，60%这个数字也不是什么违反大自然的可怕诅咒，撇除私生活的假设不谈，专从医学的角度看也是有原因的。根据许多研究数据，肛交本身不管是同性间还是异性间，不管是同性间还是异性间，不管是同性间还是异性间，都比其他种性行为容易感染 HIV。因为直肠脆弱，没有天然润滑，邻近又有许多的淋巴结，只要没戴套套和使用润滑液，很容易让双方摩擦破皮，进而让受感染的精液血液直到淋巴结警察局大闹一番。这也回应前面所讲的，真正危险的是让感染者的体液进入体内的行为，并不是特定性向的族群哦。虽然针对可能施行该行为者加以限制也是一种预防方法，但这个范围既超大的可能，就可能在无形中剥夺许多人一辈子的权利，甚至让疫情地下化变得更加难以控制。By the way， 根据 WHO 的统计，世界各区感染 HIV 的原因比例也大不相同，同性间不安全性行为并不见得就是最大的原因哦。疑点2，同性恋有1000位性伴侣，而且性生活混乱。根据美国知名交友网站 OkCupid 2010年对其共320万位同性恋与异性恋用户的调查，不论是男生、女生、异性恋、同性恋，平均性伴侣数均为6左右，而且仅只有2%的同性恋与1%的异性恋有超过20位以上的性伴侣。虽然调查样本主要是以交友为目的的欧美用户，范围比较局限，但至少能看得出来，在性伴侣数上，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差异并不大，也没有破1000位那么夸张哦。最后疑点3，有高达60%的同性恋染有艾滋病，这很明显是前面误会加上字句错字所致。那同性恋中实际因性行为感染 HIV 的比例又有多少呢？很遗憾，根据现有的数据没有办法做计算，但是就算硬是把所有因男不安全性行为的感染者全部都推给同性恋做计算的话，所占的比例其实也只有1.64%左右，离60%这个数字可是远的不得了的哟。漏等说了那么多之后，就会发现其实 HIV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只要避免传染行为就能够有效预防，也和许多慢性病一样，只要定时服药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当越多人能有这样的观念时，患者收到的谴责、伤人的标签与恐惧的眼神也会跟着减少，心灵压力减轻后，只要再一个伸手与正确知识的传递，就能有更多的患者可以从我死定了，没有人愿意再爱我和帮我的黑色漩涡中爬出来，勇敢的接受治疗并与它抗战。当越多患者能做到这步时，潜伏患者数也就会降低，传染率自然就会下降，形成一个好棒棒循环。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杀死 HIV， 但我们可以先将它好好的控制在手掌心，只要一起努力，闻风丧胆的艾滋病总有一天也会跟其他疾病一样，成为历史上的一页。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欢迎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也欢迎到这个才刚创立、好新鲜、好少人的粉丝页按个赞 ，follow 最新的消息哟。今天聊聊就到此结束啦，我们有缘再会喽，拜拜。